我跟你说，警察同志，我们车开好好的，他这车蹭撞我们屁股后头。一会儿再说好吧？这车是谁开的？是我。这！哎，你给我下来你！你！哎，儿子，快！你过来，过来！你怎么开的车？你吓着我们孩子。你开的车啊？是我。警察同志，他撞我们，他这车蹭撞我们屁股后头去了。你看，就在那儿。你可别瞎胡说啊！你看，怎么瞎胡说啊你？我是我的车，我当时是执行，我也是执行啊！你看你把我们撞的。听我说话，你们俩是乘客对吧？那一会儿我问您，您再说好吗？现在先别说话好吗？请出示行驶驾驶证。我把驾照给了你，是不是就不扣我车了？这车不能扣，这是我们单位的。你怕什么呀？吹去。哎，这是干什么？喝酒，把证给我。警察同志，林振宇是吧？是我。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这儿子刚上班没几天，这车还是单位的，你看这事儿闹的，怎么这开车好好的还被人撞？真是的！我跟你说，你们想不讲道理，是你先撞的我，你看我车当时就是。别激动，别激动。开车的时候你开多少迈啊？他那至少得100迈。你瞎说你！我问你开多少？我也就50不到吧。儿子开的可慢了，我终于开不了开车的，开的慢着呢。收到，请讲。322收到，321请讲。接个电话。明白，你稍等啊。赵科，是，不是我跟庞家，那什么，就比晚上那事故小多了，一个伤人，这一伤人，你放心吧，放心啊，没问题。警察同志，好，马上回去了啊。警察同志，你看要公公办事啊！你稍等，我们稍等啊。哎，哥们儿，你哪阵香风给你吹醒了？我正想你呢，你就打电话过来了。我说我不出现场，你不给我打电话。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不是啊？对，你这么着，我尽力给你办吧，好吧？明白，就反正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呗。那以后再说啊，先办事儿，办好了再说。行，好，说话算数啊。行，好嘞，就这样啊。警察同志，你得给我们做主啊！虽然他人受伤了，可是他撞的我们呢，这是我们疏忽。没喝酒，好吧，请你出示行驶证驾驶证。你是陈明啊？是。你说一下事发的情况吧。当时吧，我是呢由南向北直行，带我媳妇去走亲戚，那家伙倒好，就从对面就直冲过来，你看把我车给撞的，你看。你爱人伤的重不重啊？重，你看那前风挡风玻璃啊，都撞出一个口，流了那么多血。送医院了是吧？是。哎呦，你这头发伤的可也不轻啊！你呀，你赶紧的吧，你现在赶紧去医院，先看看伤，顺便看看你爱人的情况。我们呢勘察现场，一会儿到医院找你，你看好不好？行，那太谢谢你了，警察同志啊，谢谢。赶紧去吧啊！我媳妇要有个3长2短，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当时从哪往哪走啊？我直行啊。你直行在路口停车瞭望了没有？没有红绿灯，我就一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你几年的司机了？交规懂不懂啊？老师没教你是吧？我告诉你啊，这种路口，经过路口的时候应停车瞭望，让右侧道路的机动车先行，明白了吗？可我也是直行啊。我们也是直行啊。你这样啊，我们现在勘察现场，你们现在赶紧去医院看看伤者怎么样，好吧？
那他撞的我的车他得给我修啊，我每天还得用呢。这责任事故还没定呢，懂不懂啊？修车的先不说，赶紧去医院。车重要人重要啊，你们觉得呢？赶紧去啊！哎，不是，警察同志，行，别讲，你看见没？刚才接个电话，态度立马就变了。妈，那你说我车怎么办？你别着急，这事儿跟他没完，咱们找他交警队去。走，赵科长，你们怎么办事儿？我老婆的病危通知书都下了。我们已经跟他联系了，事故责任没有定下来之前，我们也只能帮你催。催什么催啊？这种人就应该拘吗？你知不知道我老婆的病亡110要多少医药费？你们这不是让我把我死里逼吗？给林局打电话，让他回医院来。天明，你放心，我们会尽力做我们的工作的。有什么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这个路口是个准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也没有标志。然后南北方向是虹桥大路，中间是白色实线；东西方向是那个运昌西路。田明驾驶着一辆广本，由南向北的行驶；林建宇驾驶着一辆金杯的面包车，由东向西的行驶着。在路口中间，广本的前部撞在了那个面包车的右侧后方，导致了广本上的乘车人郝世云的死亡，双方车辆损坏。经过鉴定啊，事发的时候这辆广本是每小时81公里，那辆金杯车是每小时73公里。这条路限速60，他们两个都超速了。这个路口呢，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当时呢也没有交警在这指挥，所以这起事故呢，它应该符合《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实施条例》的第52条第1款第2项的那个规定。在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交叉路口，进入路口前应停车瞭望，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这起事故它广本它是直行，金杯车没让他，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金杯车的责任。现在呢，这双方的责任都已经很清楚了。如果田明驾车没有超速，那他在这起事故中就没有负主要责任，而完完全全都是林建宇要负全责。但是现在呢，这两个人都有超速的违法行为，所以按照法规呢，我觉得应该定这个林建宇主要责任，田明负次要责任。我同意。大伙还有什么异议吗？那行，老尹呢，把材料组织上报法制处，然后让那个收治队审批。我说这林建宇是成年人了吧？他有是非叛变能力吧？他得来。您就跟我们说吧，我们按您说的办。那也好啊。田明的这爱人现在在医院住着呢，你们知道吧？医院现在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你们这又不出医药费，又不露面，连个电话你们都不打，你这什么意思啊？这起事故跟你们没关系啊？你按说应该把这医药费给人先垫上啊。对，哎，不对，他撞的我们呀，他们家人住院病危，我们应该同情。可您说他要是不开快车，不撞我们，也没这事儿，不是？这钱我们不能拿。您说我们一拿钱啊，就证明我们有责任。你们这是什么态度？是人命重要还是车重要啊？赶紧把抢救费给人送过去呀！这个，警察同志，这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呢？那不是我们的责任，那凭什么我们拿钱呢？田明他什么态度我明白，你什么态度我也明白。可是你知道我的态度吗？一分不给，让田明给我们修车去。走，姓林的，走啊！哎，你们为你们的行为负责啊！不是师傅，这老太太怎么这么怪呀？事儿了吧唧的，就这么让他们走了呀？这个呀，典型的一对法盲。
以为这么走了就完了？等那事故认定书下来，人再死了，抓他们后悔都来不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1款内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通过没有红绿灯的交叉路口时，通过车辆应该停车瞭望，让右侧道路直行的车辆先行。当事人林建宇并没有停车瞭望，没有避让右侧车道的车辆，据此认定，林建宇在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田明超速行驶负有次要责任。依照法律刑法第133条的规定，林建宇涉嫌构成肇事罪，现在依法对林建宇予以刑事拘留。不，您搞错了，颠倒黑白了。爸，我不服，我不是主要责任，你们是瞎判。什么瞎判？我也不服，警察同志，我老婆都给撞死了，要不是他林建宇超速放行，你还不放行？我老婆能死吗？你林建宇应该负全责。警察同志，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凭什么我们就负主要责任啊？我说，这就是你们的刑事认定啊。阿姨，这就是我们的认定。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可以解释给你听。我不服，解释什么呀？你们一个个都清楚。阿姨啊，您看，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如果双方你们任何一方对这不服，可以到我们上一级机关，就是省交通队的法制处进行复核审查。如果复核审查的结果你们还不满意，我们这有信访办，你可以找你别说了，我不要求什么什么复核，我要求上诉，我要告你们，我就是不服。林建宇，这是刑事拘留通知书，过身份。爸，我不签，我不签，爸，我不签，我不想坐监狱。您就别为难我们了，行吗？我告诉你啊，你签不签，公安机关都会对你进行强制措施。你干什么？我告诉你，这是违法行为啊！我违法，你才是违法行为的！你当我不知道？你走后门，你欺负老百姓，你当我们是傻子啊你？啊！儿子别怕，有妈在，谁也不能把你带走。你最好不要妨碍公务啊！你敢妨碍？你干什么呢？你打人了你！你干什么你？什么呀？我告你啊！我就告你打人！我就告你啊！110，这里是交警支队，麻烦你过来一趟。你打120我不怕，就是在走后门啊！你们还袒护呢？救人！谁是王小美啊？走，爸，真想伤得轻。儿子，监狱，走着。儿子，爸，你坚持住了啊！我们一定去给你伸冤去。爸，告诉我妈我冤枉，这人得救我。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伸冤去啊，儿子。是，儿子，我爸，优美，你到那儿好好给人承认错误去啊！怎么弄的这是？赵飞阳，怎么回事啊？全支队都嚷嚷动了。周支队啊，你是没看见，老尹刚刚宣布完责任，这还没等我解释呢，他就已经动上手了。哎，你看看那老尹，他那脖子那儿就被他抓了好几个血印子。我们已经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了。啊，你们做工作就仅仅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行了。咱们处理事故是要人民信服的，是化解矛盾的，而不是留下怨恨和纠纷的种子，明白吗？可是什么呀？人家对事故责任还没理解呢，你们上来就抓人，谁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不明不白的把家人抓走？对肇事者家属，你们也应该做到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个事儿可不是我愿意看到的结果。不服气是吧？觉得我要求高是吧？
你要是觉得高，这个事故科长你就别干了。哎呦，你说他妈，我一个特种兵出身，让人下岗。我跟你说，以我多年这挨打的经验啊，他不是会那9阴白虎爪，就是会少林13抓。我这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跟你说，还提什么当年勇啊？哎，我说你也是啊，你不能打，你还不能躲呀？哎，你就杵在那儿让他挠啊？没看见，椅子当时倒了，正好在他这儿。你说我一躲，就他那身手，他啪叽绊一个，咱更说不清楚了。你不这，咱能躲吗？咱这亏了我一个幸福11人呢。哎，怎么着？我听说裁了他行政拘留7天，跟分局说说吧。你什么意思啊？不是那意思，我这说算了。要不然少拘2天，你没意见？说什么呢？谁让咱是人民的交通警察呢？你这，咱是金晒又金冻，金洗又金晒，金蹬又金踹，皮实吗？那是你。你们好。你好，请进。请问哪位是赵科长？我是赵一阳，请问你是？我是林佳瑞，王优美的女儿。这是我的名片。我平时在外地工作，这次我刚听说我妈的行为有些偏激，所以特地替她来向你们道歉。啊，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心情可以理解。我们会通过正确的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的。你妈妈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平常我妈的身体也不太好，我爸也比较老实，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也只有我妈出面了，所以她的行为上如果有些过激或者偏激的话，我真心替她向你们道歉。好了，刚才这位被你妈妈抓了的同志，你妈妈求情呢，说让他早点把他放出来。那真是太谢谢你了。我妈以前还是个劳模呢，她就是说话爱得罪人，爱顶撞领导。再后来厂子里面改制，她就被第一批下了岗，所以呢，她的心情就越来越差，然后脾气也就变得越来越差。林小姐，你不用太紧张了，你妈妈应该很快就会没事儿。啊，这个我知道。就是那个。还有什么事儿？我其实是想问，怎样才能让林建宇尽快的出来？这事儿啊，首先呢，你们要赔偿死者家属的损失，然后呢，这是摆明你们一个认错的态度嘛。第二个，你们可以请律师申请取保候审。那这得赔多少钱啊？像你们家的这个案子，大概30万左右。那么多啊？能不能少点啊？先让林建宇先出来，我们一下子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但是这钱可以慢慢挣嘛。这个呢还真不太好办，你这又不是商场买东西，你这还讨价还价的。那行，反正这个事儿以后还要常麻烦你们。今天呢，也算是跟你们认识了。那这样吧，你们就先忙，我就先走了，不打扰你。好的。林建宇，这起事故你还要求申请复核吗？是这个样子啊，依照法律，你如果对这次的责任认定你不同意，你可以在3日之内申请复核。可现在马上3日期限就要到了啊，不过你可以提出书面申请，我们帮你转交。
我不复合。啊，老伴儿回来了，姑娘回来了。哦，先坐，我把这东南啊。水。我说你呀，这么忙就别回来了。你说你还回来？爸，你说这么大的事儿，这现在到底怎么弄啊？怎么回事啊？到底啊？就是太不注意。哎，你什么意思啊？那要是咱们责任，我还瞎折腾什么呀？我也不是那意思呀。你什么意思啊你？妈，你火气那么大干什么呀？你不说他，你说我。不是妈，我觉得啊，你之前那么在事故科人家闹，就是你不对。我怎么不对了啊？我怎么闹了？哎呀，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啊，你这样跟他们硬碰硬的去闹，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你现在回到家里，还不是自己委屈自己难受？就是，姑娘说的对，不能委屈了自己。那你们说怎么办吧？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之前呢，我去过一趟事故科，我觉得那个科长他并不是不讲道理的。那又怎么样？对付这种人呢，咱就应该跟他讲道理，这讲起道理来还有头啊！孩子，你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咱们可以拿法律条文去跟他们碰，这样一来呢，他们也不能推卸责任；二来呢，他们也不能坐视不管。我这法律条文我根本就不懂啊！不懂咱们可以慢慢来嘛。再说了，这时间一长呢，他们也就受不了了，这样一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嘛。说的有理，他们人多啊，我占不了便宜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打的是持久战、疲劳战，咱不要着急啊。我这就去事务科。哎，刚跟你说完不能着什么急？你坐。我才告诉他们我的立场。哎，我现在就去，我改变路线。哎呀，妈！你等会儿，我跟你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行，快点，妈陪你去。我就是个急脾气啊。你慢点啊。走。你慢着，慢点。来，大王，你喝点水。hai位同志，这个大伟科长呢，我也给你们请来了，有什么意见咱们当面谈谈，可不能像上次那么冲动啊。你们好。我承认，我上次大闹交通队不对，我不懂法，我是法盲。知道错了就好，以后啊有什么意见可以走正规的途径申诉啊。你比如说当时啊，就可以让这个林建宇啊申请行政复核，3日内申请行政复核就行了。那他们也没跟我们说清楚啊。我当时宣布责任的时候已经向您说了，而且责任认定书上面也有注明，但是您没看。后来我们去看守所找林建宇，他表示不需要复核了。这孩子平时就胆小怕事，让你们这一关，他就更害怕了，还提什么复核呀？您这话就不对了，复核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他都让你关起来了，还说什么权利啊？我知道是我错，我错在冲动，我不懂法，我不知道用法律替林建宇申冤。对，您的这个认识就是正确的。我说吴主任，要像你这么公正的态度，那谁还冲动啊？赵科长，那你说林建宇的案子接下来该怎么办？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啊？还判我们？这什么道理啊？我国刑法规定，致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以上的，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这责任我们不服，我们没有责任。对责任不服，当初你们就应该向省一级的法制处申请复核。还复核什么呀？啊？那儿子被你关了，他娘被你抓了，他爹也气病了，
我们怎么复合啊？复合有什么意思啊？我是看出来你们是官官相护啊，没有办法的。我还到你们这信访，能信访出什么来呀？我要告你们，告到底。走。平远西路的案子已经宣判了，他们对咱们的事故认定没有任何异议，已经开始去执行了。小帅的腿也保住了，医生说他再观察1个月就能出院了，接下来就是康复训练。臭空，咱俩去看看那孩子吧。他天天吵着说要见他心目中的大英雄呢。大英雄？我啊？对啊，你没看最近宣传报道啊？要我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说什么年轻科长，成熟稳健，说现场指挥非常淡定，果断抉择，挽救生命迹象。哎呦，还有好多呢！你没看看咱们科里这些小姑娘那眼神儿，绝对把你当成他们心中的超级偶像。得了吧，谁会看得上我呀？我这个月光族警察。赵一阳，你好，阿姨啊，这谁告我们，我们都得接着。可你跟这林建宇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儿？阿姨，阿姨，阿姨，你怎么了，阿姨？阿姨，糖，糖啊！叶糖，米粒，米粒，有没有糖啊？你呢？拿个糖过来，倒杯水，快点，看什么呢？阿姨，阿姨怎么了？血糖。水，快！哎，你这烫死人呢！都兑点凉的。哦。水呢？水来了。来，阿姨，喝口水，慢一点，慢一点。老伴儿，看着点啊。叔叔，在这儿呢。哎呦，快！老伴儿，怎么了？你老伴儿？哎呦，怎么了？哎呦，谢谢你们，一大早就收拾行李卷儿，我这一转眼没看见人就没了，也没吃药，我怕他犯病就追过来了。老伴儿，你这好点没？没事，死不了，就不带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啊！我跟你说，我还治不了你们啊！去哪了妈？哎，包裹呢？老伴儿，你说干什么去啊？哎，妈，不干干什么去？这是？赵科长，在这儿呢。不是干嘛呀？阿姨，治不了你们，不走了。老伴儿，你这是干什么？今天就住这儿了。阿姨，你到哪儿成？你这谁说要住这儿啊？朋友们，这可是国家行政机关，不是什么人想住就能住的地方。走吧，有什么问题到我们信访办去谈。是阿姨，别影响人家工作啊！我不是。老林啊，是阿姨。老林，快起来，走吧，走吧。你他妈说哪？林小姐，回去啊，好好劝劝你母亲吧。好，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没事，要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你赶紧去吧。哎。你好，这里是122报警服务台。我撞人了！哦，你别着急，慢慢说。在什么位置？在阳光街北路。我现在去海关医院，送人去医院。请您贵姓？姓崔。你马上出现场。电话是你打的吗？是的，警官。医生，
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已经尽力了。医生，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救救他吧。他还是个孩子，医生。他已经死了。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喝酒，我不该喝酒啊！医生，那个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的身份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当时我止步救人了，也没注意。米莲，马上通知队里，把孩子的体貌特征说得详细点，发给各个公安局，看有没有走失儿童。是，我马上就去。你把人还原去，然后给我回现场。是。看看，是这儿吗？警察同志，当时我喝多了，记得不是太清楚。那你还记得什么？我下车以后，才发现我把人撞了。后来我就吐了，再后来，哦对了，再后来啊，我就把孩子抱上了车。警察同志，这时间一点都没耽搁呀。可是孩子最后还是，哎呦，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喝酒，我不该喝酒啊！赵科，现场勘查已经完毕了。赵科，一会儿你看看那刹车痕，应该对。啊，警察同志，我想起来了，我就在这里把孩子撞了。你现在又想起来了？来说一下事故经过吧。我记得当天晚上我有个应酬。是工作上的事情，当时来了很多朋友，我又不能不喝，所以呢，当时我就喝了几杯。哎，都是我不好，得不偿失。我让你说事故经过，你哪那么多废话？吃完饭以后，我就离开了饭店。当时我没有走大道，而是我怕碰上警察查酒后，所以我就改个道，走到这里。当时我开着车子晕乎乎的，就突然发现对面有个人影，我就赶紧刹车，不知道怎么回事，脚一软，也不知道这车刹没刹住，就听见嘣的一声，后来就发生这件事情。行了，有什么其他发现吗？刚才在树下发现了一些血迹，还有小孩的脚印。赵哥，来一下。这前保险杠跟地面的距离跟死者身上伤的高度不大一样。再找找。你最近还挺忙的呀。
我也不想这么忙，可这案子一个接着一个。哎，我女儿又来找你了啊？你俩都聊些啥呀？没说什么，就聊了聊案子的事儿。你女儿对我们的工作非常理解，我觉得她挺通情达理的。你说她通情达理，是不是就说我不通情达理，胡搅蛮缠呐？阿姨，我不是这个意思，真不是这个意思。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呀就通情达理一回啊，咱们啊各下一个台阶。哎，小赵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不是说赔偿30万吗？砸锅卖铁凑齐20万，你把林建宇给我放出来好不好？阿姨啊，咱们这不是在买东西明码标价，是按照事故责任，您承担多少责任就要赔多少。我说你怎么又来了？那他们也有责任呐。那你说该怎么办？阿姨，如果您觉得这事这样不行，那你们可以去找律师，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件事。找律师？我听人说了，那律师事务所呀收费吓人，我们工薪阶层怎么能付得起呢？再者说了，我们1没职，2没权，3没钱，就是个普通老百姓，那不自认倒霉吗？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们啊，我女儿这几天一直劝我说出点钱，求你们把人给保出来。您的意思我明白，可取保候审它也是有程序的，也需要当事人家属亲自去。这我哪懂啊？阿姨，我们这儿呢有人民调解室，里面有懂法的律师，他们可以帮到您。那他怎么收费啊？您放心，这个不收费。死者叫陈多多，今年9岁，在第3小学上学。他的父母叫李丽云和陈春江，都是在本市打工的。事故当天的晚上6点钟，孩子母亲去接他放学，就得知他考试不及格，然后在回来路上就给他爸打电话告状。他爸一听生气啊，就是回来要揍孩子。他妈说不能打孩子，2个人就在电话里吵起来了。陈多多一听晚上回来要打他，他害怕呀，就跑了。结果到了夜里10点钟，陈多多还没回来，他妈妈这个时候才开始慌，才到处去找。在那孩子的身上还有发现什么吗？他父母说孩子应该还有一个书包和一个水壶。可是，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书包和水壶。那也就是说，崔大林报案的地方并不是案发的第1现场。经过法医检验啊，陈多多多处损伤，从形态和分布上来看，他是不止1次经受过撞击和碾压。陈多多颅内出血、肋骨粉碎性骨折、肝、脾、肾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双腿粉碎性骨折。死亡的原因呢是颅内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这受害人还是个孩子，这是一起性质非常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明明知道是个孩子，就应该提早报案吗？这个案件，我要求大家无论用尽什么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第1现场找出来。陈多多的妈妈当时就在这儿打的电话，说打完电话孩子就没了。这一个9岁的孩子，他能跑哪儿去呢？他陈多多他们家就是这个方向，大概有10分钟的路吧。李丽云挂了电话之后，就直接追回家去了，可是没发现陈多多，所以陈多多肯定不会走这条路。这样吧，咱们呢还是兵分2路。师傅，你跟庞家，你们就沿着他这放学回家的路一直往那边找。我跟米六、齐晨呢，我们在这个往那个方向找，看看你能不能有什么发现，好不好？好，来吧。
是多多的。玉珍，把老远他们叫过来。师傅，快来我们这儿，别发现。事故现场发现的纤维上的红色物质，经过检验是人血。我已经把样本送到了物证实验室，与陈多多的 DNA 进行对比。我还用偏光显微镜和红外光谱对路面上的纤维和陈多多裤子上的纤维进行了对比，两种纤维是相同的。这就证明了这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陈多多是在白山路失踪的，12点多左右出现在阳光街北路。通过现场的照片以及对轮胎花纹的辨证，我们可以确定那辆车是一辆奇瑞 QQ。奇瑞 QQ 出现事故后，把陈多多运到阳光街北路，然后抛弃他。查全市的 QQ， 一辆都不能放过。张云龙，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知道。我在白山东路撞了一个小孩。你报警了吗？警官，这事儿不赖我。那小孩横过马路，我急刹车了。我车刹住了，也挨上了，就碰了一点儿。小孩不经撞，就横着摔了。我下车看了看，他手就破了点皮儿，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就送他去医院了。哪家医院？白山社区医院。我花了100多块钱，交费的单子还在我车上呢。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什么？皮外伤，过2天就好了，没什么事儿。那后来你把那孩子送到哪儿了？后来他就回家了。回家了？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我明白了，那孩子家长想讹点钱是吧？我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正好我值班，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男孩来看病，说是摔了一下，他没说是车祸。那个小孩伤在哪儿了？哦，膝盖上是摔了一下，我检查了一下，没有骨折，但是孩子的额头上伤得挺重，我看得缝针。我建议他们去儿童医院。我还跟那个男的说，最好拍个片儿，担心那个颅内出血。谢谢啊。啊，不客气。焦云龙，从社区医院出来，那个孩子是怎么走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当时他闹得厉害，非要回家，后来他就自己回去了。焦云龙，你有孩子吗？有，我儿子9岁了。如果你的孩子头部受了伤，还需要缝针，你会放下他自己走吗？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不按医生的嘱咐送他去儿童医院吗？
你先说说那孩子的情况吧。我把他带到了儿童医院，进去一问，给孩子缝针、拍片，得1000多块钱，这半个月的工资就得搭进去。我还有孩子要上学，要吃饭，你说我能怎么办？再说了，这孩子也有父母，不会没人管。到后来，你把那个孩子放哪去了？我也记不清了。我拉着他从儿童医院出来，往城外走，看见人少的地方，就把他抱下来。我跟他说：“你没事了，回家找你妈妈去吧。”那孩子没说什么吗？那孩子哭，非要找他妈妈。我跟他说我有急事儿，让他在路边拦车。一会儿就有车送他回家了。他身上还带了什么？背着一个小书包。小云龙啊，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不知道。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陈教授，哟，赵科长，我正要去感谢你呢。来，坐，坐。怎么了？我呀，打来了调解室以后啊，一直没有什么可调解的，是你送给了我一个这么精彩的案子，我今天才能调解成功啊。那我得好替他们感谢感谢你了，您费心了。好，你这个态度好。有件事我还得告诉你，王永美已经聘请我为林建宇案子的代理律师了。哦，对了，那您是怎么收费的呀？收什么费啊？我是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和他签的协议，分文不取，我免费帮他代理。小周，我还要提醒你，以后我们就是对手了。请你来就是监督我们工作的嘛。不仅是监督，我还要拨乱反正，为林建宇讨回公道。这怎么了？你们办了一个大错案啊！不仅是错案，你们在执法环节上也存在问题。以后啊，咱们就得兵戎相见。那我问你，《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2项第1款是什么？考我呢？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在没有交通标志标线的情况下，进入路口前必须停车瞭望，让右侧车道来车先行。这个法律规定的很清楚啊，怎么了？错，法律适用错误。它不是十字路口，而是丁字路口，不适合条例第52条的规定。你们趁早撤销了，重来。免得上了法庭，给你们尴尬。怎么，有问题吗？没问题吧？刚才啊，陈教授找过我，说咱们这个案子责任定错了。运通西路那个交叉路口，它不是十字路口，是丁字路口，所以这52条条例它不适用。这我想，他既然提出来了，咱们就得认真对待嘛。所以，我想请您帮我把把关。哦，赵毅啊，处理了这么多次事故，刚当上科长，这回怎么了？慎重了。我这不也是认真对待群众的来信来访吗？好，这还有点当事故科长的意思啊！得，放这吧。那就麻烦您了。
几点的末班车？几点？8点20。你把一个9岁的孩子夜里10点多放在这儿，你有良心吗你？我觉得当时肯定有人停车把他送回家。当时他伤的不重，而且他一直哭，哭得我头都疼。师傅，咱们按照他来那个路再往回看看吧。好。这应该是电动车转向灯灯罩的碎片。老哥，这还有血迹。齐晨，把这些都带回去，做个化验。好嘞。赵科，结果出来了。陈多多的书包确实是被电动车给碾压过。我从书包上提取了一些物质，但是现在也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尽快搞清楚，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事故的真相。这个植物生长调和剂，全市是不是只有你们一家卖？对，我们是独家。你们这儿的员工，平时有没有一个是上班骑着一个黑色电动车的？电动车？没有，我们单位没有骑电动车的。那有没有电动车进入过你们单位的？哎呀，警官，我们是研究机构，外来车辆没有允许是不能进来的。哎，经理啊，啊，你们这儿的员工平时吃饭是自己做呢，还是叫外卖呀？他们加班，他们喜欢叫外卖。那个送外卖的那个人平时是骑什么车啊？哎呦，这还真没留意过。哎，他，就是他。啊，好，谢谢你啊。哎，你好，你们是？我们是市交通队事故科的。今天呢，想过来跟你核实一下情况。哎，你们想干嘛呀？这是？我们找你有事儿，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要干嘛呀？我还要送盒饭呢，都在车上。还想着送盒饭呢？今天说不清楚，不会放你走。11号晚上，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啊？做什么了？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骑到河南桥东，那儿路特别黑，突然一个小孩冲我跑过来，我刹车来不及，就把车撞了。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他就这么朝我扑过来了，我都没看清是个什么东西。陈多多被焦云龙放在河南桥的车站附近，一个受伤的孩子摇摇晃晃地往回走，想寻找拦车的机会，可是没想到又被电动车撞了出去。从现场勘查我们留下的血量来看，那陈多多在现场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呢，我们要重新回到河南桥的现场。下一张。下一张，来，你们看，陈多多身高在1.23米，左肋骨有明显的带状痕迹，宽度是27公分，造成陈多多多发性骨折。这左肋骨到地面的距离是67公分，我判断这是一辆越野车。所以我们现在还得回到杨河路北街，问他要答案。过来看，这个血迹，是人血吗？这离事故现场还远着呢呀！赵哥，李姐，过来看看。哎，琪姐，你看，这儿怎么会有血迹呢？这离现场还远着呢。这儿好像有拖动的痕迹。这是拖动的痕迹。你们快看，这是个 U 盘。U 盘里只有一个文件，是嘉兰盛世广告公司的一个创意文案，它修改的时间是下午5点37分。赵科长，赵科长，你们好，我们特地是来感谢你的。你们调解室那个陈教授真给力呀！您说好就好。他呀，已经给林建宇办了取保候审，过几天林建宇就能出来了。你们交通队不会从中作梗吧？我们没有意见，也没有这个必要。那就好。哎，干脆你把那责任认定给改了不就行了吗？这样我也不用再告了，也省得折腾你们，麻烦我们，两边都不落好。阿姨啊，如果我们有错，我们一定改。赵科长，刚刚陈教授也详细跟我们讲解了交法，确实是错了。是吗？而且我在网上查了，那条路呢不是交叉路口，是丁字路口，所以不适用条例的52条。丁字路口也是交叉路口啊？交叉路口才是十字路口。林建宇发生案子的那个路口向东，有一条路是进他们村子的路，而且今年已经铺上了路了，所以那条路也是路，它就是十字路口。河站的法律是你写的呀？你说是什么路就是什么路啊？我们有公路局的道路证明，也有公安部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提供给你们。啊，看不懂那玩意儿。哎，那你给我一本吧，我正好学习学习。好，我去给你拿。好。哎呀妈，你等我去就来。我们朱总最近特别忙，他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
唐秘书，能不能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 U 盘是你们公司谁的？大家注意一下，有没有人看过这个 U 盘？真没看过这个 U 盘啊！谁的呀？这是？谁丢了 U 盘谁就火喽！咱们公司啊要出 U 盘奇案了，快想想是谁的？没有人知道是吗？唐秘书，我们想看一下经理办公室。这个人就是你们的朱总啊，对，这就是我们朱总。旁边的是他太太。对对对，是他太太。后边的那个斯巴鲁是他的车。嗯，对，是我们朱总的车。他平时开这辆车上班吗？偶尔吧，偶尔会开这车上班。能不能把你们朱总的电话告诉我？我有些事情想跟他核实一下。朱总最近特别的忙，他爱人刚生小孩，他恐怕没有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找他。朱总，11号河南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啊，发现了你们公司的一个 U 盘。这个不太清楚。我平时工作那么忙，这些小事呢我注意不到。朱总，楼下停的那辆斯巴鲁是你的车吗？是我的。11号晚上，你从鹤南桥到阳光街北路，发生了什么？我没去那儿啊。那天晚上9点多钟，我老婆羊水破了，我去医院了。我们在你车里提取到血迹，经过 DNA 对比，那是一个9岁男孩的血迹，你怎么解释？这个男孩你认识吗？不认得。据我们了解，你老婆是10点钟羊水破裂。10点钟之前你在哪儿？跟谁在一起？我们调取了写字楼的录像，那天晚上你是6点10分开车出去的。我跟我的秘书菲菲在一起。哎，这点他可以证明啊。喂，米粒，把那唐菲菲带过来。进来吧。哎，菲菲，不瞒你们说，那天晚上我跟菲菲在一起，后来接到我老婆生孩子电话，我就走了。是菲菲？哦，是我能证明，朱总当天跟我在一起。唐菲菲，我再问你一遍，这个 U 盘是谁的？我的。说说11号晚上都发生了什么？朱总带我去见一个客户，谈到10点钟，突然他妻子来电话说快生了，他就打车去医院了，然后我开车去送客户。在路上。你开的车？我开的，朱总的斯巴鲁，在路上差点撞到一个小孩。什么位置？鹤南桥边上。麻烦你说清楚一点。是差点撞上个小孩，还是撞上了个小孩？撞上。说一下经过吧。那段路特别的黑，他突然就伸着手冲着我的车就过来了，我紧急刹车，但是那个前保险杠还是碰到他了。我下车看见他浑身都是血，躺在地上，我就把他搬上车。本来是想送到医院的，但是走了一半发现他没气儿了，我害怕。就把它扔到路边上了。哪个路边？我开了一段，挺远的，具体地方我记不清了。
唐菲菲，能问一下你的右脚是怎么受伤的吗？打网球伤的。具体时间1周多吧，当时连脚都沾不了地了，有医生证明。能麻烦你站起来一下吗？林哥，唐菲菲，你看他，以你脚伤的程度，你根本就开不了车。是谁开的车？是我，警察，真的是我，就是我开的车，是我开的。赵科长，唐菲菲都交代了吧？车真不是我开的，我现在可以回家了，我得陪我老婆孩子。先别着急走嘛，我觉得你应该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对呀，我已经尽到了。是另外一个责任。麻烦你把上衣脱了。我的上衣？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们这有人可以帮你。别动！请继续，衬衣。这个印记是你急刹车留下的吧？这个不是证据，你们定不了我罪。这张照片是11点39分在唐家山路口一个摄像头拍到的。当时驾车的就是你，你旁边坐着那个女子才是唐菲菲。这张照片是你们在撞了那个小孩之后才拍的。这个唐菲菲呀，是我开的车。唐菲菲在车上跟我吵着要涨工资，她一声比一声高。走到河南桥，前面有东西，我认为是个垃圾袋，就没减速往前冲。可突然间垃圾动起来了，我踩刹车打方向盘，还是把那孩子给撞了。后来你跟唐菲菲把那个孩子放到哪儿了？我把它放在阳光街北路啊，这就是唐菲菲的主意。你们都搞清楚了吧？我都承认了，可以放了朱总了吧？为什么你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是我开的车呀，就是我开的车。唐菲菲，你该清醒一点了。你们朱总一家子1周后就要去加拿大了。唐菲菲，我劝你还是为自己考虑考虑，别再替他顶雷了。你这样不仅帮不了他，而且害了你自己，你知道吗？我爱他，爱了10年。他有老婆，我也没有在意过。我的车，我的房，我的工作，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虽然这些都是物质，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给我的爱。那天，我看他那么无助的求我，他说马上就会娶我的。就在那一刻，我决定愿意为他放弃一切。朱耀你太笨了，这点事都干不好。威，朱耀威，你就是个混蛋！你骗我替你坐牢，你们全家去加拿大！朱耀威，你就是个混蛋！朱耀威，小赵，我知道你工作很忙，也非常的辛苦，可是我的本职工作也得做好。现在王优美又追加了信访礼物。我知道，可是他总说那林建宇是被撞的一方，为什么要负主要的责任？你说，这个先不要管。我认为啊，他扳不倒你。现在重要的是，尹志强打的2个电话是在现场打的。主任，这当时在现场，这老尹接的电话是我打给他的，因为平远西路那边的案子我缺人手啊。王优美说得很清楚，尹志强接了2个电话，他说：“放心吧，一切都包在我身上。”接电话之前呢，这尹志强对他和这个林建宇还不错，放下电话就翻脸，还训斥他们说：“你会不会开车？”这不可能，老尹他不是那样的人。王优美说啊，接完电话以后，他就开始偏袒这个天明，他认为这个电话就是说情的关系电话。行，这个好办，咱们不是有那个执法记录仪吗？拿出来一看，不就都清楚了吗？这王优美啊，原话是啊，你们事故科是无法无天，徇私枉法。你看看，这王优美都快把咱们说成人民公敌了。小赵，你当时不在现场，也别把话说得那么肯定。幸亏咱们呀都配备了这个执法记录仪，你让小尹把这个执法记录拿来，不就齐了吗？没问题啊，等他们回来，马上就拿过来。好。导演，那天在林建宇的现场，你到底接了几个电话？你问这个吗？哦，准是那王优美是不是又来投诉来了？你跟他说，让他来找我。人来找你干什么呀？人家走的是正常的信访程序，咱们就得接着。那天除了接我的电话，还有没有其他人打电话给你啊？我的赵科呀，你说这都多少天了？哦，我整天还得记着谁给我打过电话。人家说那天你在现场接到一个求情电话，在电话里边跟对方保证说这事儿包在你身上，之后你就对林建宇的态度恶劣了。老尹啊，你就跟我说了，那人到底是谁呀？他的话你也信？你信我，你信他呀？那这样，我这手机给你，你查谁给我打个电话，成不成？不是，你还真当真了你还？咱们这整天办案子忙得4脚朝天，他这整天来捣乱。我要是信不过你的话，我至于在这里跟你坦诚相见吗？这我信。那你告诉那王优美，上不上访是他的权利，接不接电话是我的权利。好，要不这样吧，你呀，把当时的执法记录找出来。执法记录是吧？对，把执法记录找出来给人家看了，这样不都清楚了吗？赵科，什么情况？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肇事车辆已经不见了，现场只有一辆自行车和一个伤员，这个伤员已经被送到医院去抢救中。从现场看来，应该是一起肇事逃逸。这附近有监控录像吧？我们查过了有，就在前面那个路口那儿有一个，不过昨天晚上开始检修，已经不能用了。 哎，米粒儿，过来一下。哎，伤者你们看到了吗？伤在哪儿了？看见了，伤在头部。这根据这流血的状况来看呢，这事故应该发生没多久。唐家，去通知一下指挥中心，排查所有可疑车辆。好。启晨，你这有什么发现啊？目前只有这些。 还不确定车型，得拿回去比对以后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小柯，我是这么看啊，这个事故啊，肇事车辆从南向北行驶，走到这儿，没有发现那个自行车，等他撞上了之后，发现了之后，司机才踩的刹车，典型的先撞后刹。自行车车碗上附着着肇事车辆的漆皮，地上还散落了一些大灯和后视镜的一些碎片。 汽车和人接触的部位应该是腰部，所以我们敢肯定，肇事车辆的前机器盖肯定有划痕。没错，小柯，这里接到后报事故，在附近的川小区门口，说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在昨天晚上发生的。现在伤者已经送到急救医院。这样吧，唐家、启晨，你们赶紧过去看一下，我们这边勘察完了，我马上过去。 都预放好，路上小心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事务科的，这是我警官证，我叫齐晨，他叫唐佳。您是李依依的爱人吗？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 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病人颅骨受到严重撞击，现处于深度昏迷，还需要进一步全面检查。情况就是这样。他的家属什么时候到？已经通知了。这样，那么只好等病人家属来。警官，你们谈。我们能向你了解一下情况吗？ 警察同志，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抓到撞人的司机？你跟李依什么关系？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是他同学。昨天我接到医院的电话，说他出事了，我就赶过来了。那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况吧。昨天我们同学聚会，聚得比较晚，我就送他回家。我把他放到家门口，我就走了。结果半路上我就接到医院的电话，说他出事了，我就赶过来了。 几点送的李依？你应该记得吧？3点钟左右吧。你们聚会这么晚吗？啊不，聚会散得早。我们俩到了他家门口，在车里聊会儿天儿。聊天儿？啊，聊多长时间？是这样，我们呢也好多年没见了，这次见面大家都很激动，所以就多聊了一会儿。